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编程基础的人，但最近开始接触 AI 编程 Codex、Cursor、Claude Code 或者各种 AI agent， 那么你迟早都会接触到 VS Code。 你好，我是乐心。本期视频我将和你一起从零开始快速建立 AI 编程最核心的编辑器工作流，包括文件、插件、Python、Terminal、Git， 以及 AI 是怎么逐渐进入整个开发流程的。现在 AI 已经可以帮你生成代码，但你仍然需要知道项目怎么组织，代码怎么运行，以及如何管理整个工作流。要开始使用，请前往官方网站，下载与你操作系统匹配的版本。请务必认准蓝色的 Visual Studio Code 图标，不要错误下载成紫色的 Visual Studio。紫色的 Visual Studio 是专门针对 Net 和 C++ 等大型语言开发的完全不同的程序。点击下载，安装。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安装时可以留意几个选项，建议勾选添加到 Path， 以及通过 Code 打开文件或文件夹的右键菜单选项。这样以后你可以直接在文件夹上点击右键，用 VS Code 打开整个项目，会方便很多。安装并打开后，首先看到的是欢迎界面。这里提供了新建文件、打开文件夹或克隆 Get 存储库等常用操作的快捷入口。如果你不希望每次启动软件都显示这个欢迎页面，可以取消勾选底部的启动时显示欢迎页。需要重新打开时，顶部菜单 Help 里就能找到。接下来认识一下 VS Code 的界面，这里不用一开始就死记所有专业名词，我们先按位置理解它们的作用。最上方是菜单栏，这里放着文件、编辑、视图、终端等完整功能入口。左侧这一排图标是 VS Code 最核心的功能入口，比如文件、搜索、插件、Git 都在这里。官方把它叫做活动栏 Activity Bar。点击左侧图标后，旁边会展开具体内容区域，比如资源管理器 Explorer， 查看和管理项目里的文件与文件夹；搜索 Search， 源代码管理 Source Control，Git 版本管理与代码存档，运行和调试 Run and Debug， 扩展 Extensions， 安装各种插件与 AI 工具。这个区域叫主侧边栏 Primary Sidebar。右侧是辅助侧边栏，通常用于 AI 聊天、代码解释、插件面板等功能。底部有一条状态栏 Status Bar， 会显示当前文件类型、编码、分支状态、错误数量等信息。再往上一点，底部还可以展开一个面板 Panel， 用来显示终端、错误、代码输出和调试信息。你可以通过界面右上角的布局按钮，自定义这些区域是否显示，以及它们停靠在哪个位置。到这里，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左边找功能，右边写代码，底部看运行结果和报错。代码管理的基础是文件资源管理器。点击活动栏的资源管理器 Explorer 图标，然后点击打开文件夹 Open Folder。我们强烈建议始终以文件夹的形式管理项目，而不是单独打开零散的文件。一个文件夹
通常就代表一个完整项目。例如，我们选择打开一个名为 VS Code Demo 的测试文件夹，将鼠标悬停在侧边栏的文件夹名称旁，点击新建文件 New File， 创建一个 index.html 文件。创建后，该文件会自动在右侧的主编辑区中打开，并在顶部生成一个标签页。为了演示不同类型文件的管理，我们接着用同样的方法创建 style.css 和 script.js 文件。此时观察左侧的资源管理器，你会发现系统会根据文件后缀名，也就是 HTML、CSS、JavaScript 自动匹配不同的专属图标。这有助于我们在复杂项目中快速辨认文件类型。这里需要注意文件的打开机制。如果你在侧边栏单击某个文件，它会以预览模式打开。预览模式的标签页名称会显示成斜体。如果你继续单击另一个文件，新的文件会直接覆盖当前预览页。如果你想将某个文件正式固定打开，需要双击它，或者直接在文件中开始输入内容，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式标签页，不会被下一个单击的文件覆盖。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正式和预览标签页的字体区别。如果需要同时对照 HTML 和 CSS 代码，只需在 CSS 标签页上点击右键，选择向右拆分 Split Right， 屏幕就会一分为二，复制出一个新的视图。这是很多前端开发者最常见的双栏工作方式。左边看 HTML 结构，右边改 CSS 样式。如果你不希望文件被复制成两份，也可以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拆分并移动 Split and Move 下的向右移动 Move Right， 这样该文件就会直接平移到右侧面板。也可以把右侧的标签页拖回左侧。点击右上角这个分屏按钮，同样可以实现左右分屏，实现高效的多文件同屏对比工作流。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不会编程的小白，但又想学习 AI 编程，那么从这里开始，你会第一次真正进入代码世界。先别慌，我们现在不需要立刻学会编程，也不需要背语法，只需要先理解这些不同文件到底分别在干什么。在真正开始写代码之前，我们先快速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概念：不同后缀的文件通常代表不同类型的代码语言。比如点 HTML 代表 HTML， 它负责网页的结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网页的骨架，网页上的标题、按钮、图片、文本，大部分都由 HTML 负责组织。而点 CSS 代表 CSS， 它负责网页的样式和外观，比如颜色、字体、动画、布局。你可以把 CSS 理解成网页的化妆和装修。接下来点 JS 代表 JavaScript， 它负责网页的动作和逻辑，比如点击按钮、播放动画、提交表单、与 AI 对话。这些会动的功能通常都是 JavaScript 在控制。至于点 py 代表 Python， 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编程语言，经常用于 AI 自动化、数据分析、后端服务。很多 AI 工具底层都大量使用 Python。所以你现在可以简单理解为 HTML 负责结构， CSS 负责外观， JavaScript 负责行为， Python 更像独立程序语言。而 VS Code 本身并不限制你写哪一种语言，它更像一个通用工作台。比如 HTML 本质上是网页结构，而 VS Code 内置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Emmet， 来快速生成样板代码。
输入一个感叹号，此时会弹出 Emmet 缩写提示，按下 Tab 键或回车键，瞬间即可生成标准的 HTML 骨架。观察顶部标签页，当你修改了文件内容，关闭按钮 X 会变成一个白点，这表示当前文件包含未保存的更改。按下快捷键 Ctrl 加 S 或者 Mac 上的 Command 加 S 保存后，白点即会消失。为了避免新手忘记保存，我们建议打开自动保存功能，点击顶部菜单文件 File， 勾选自动保存 Auto Save。也可以进入设置中搜索 Auto Save， 将它设置为 After Delay， 也就是延迟一小段时间后自动保存，这样后面配合格式化插件时，体验会更加顺滑。但你会发现，现在 AI 编程时代，很多时候你不需要自己从零手写这些结构，你更需要的是看懂文件，知道它们分别负责什么，以及知道如何运行和管理项目。当你第一次创建 Python 文件时， VS Code 很可能会弹出一个提示，问是否要安装这个 Python 的插件。VS Code 是一个轻量的代码编辑软件，通过丰富的插件生态来实现功能强大的 IDE 体验。这里直接点击 Install 安装即可。这是一个微软官方开发的插件。很快插件就安装好了。安装完成后，你会发现，当你输入代码时，它就会自动弹出代码补全。右侧还会显示这个函数的解释说明。右上角这里有一个 Run Python File，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安装好了 Python 环境，点击它之后， VS Code 就会直接帮你运行当前 Python 文件。你会发现 VS Code 自动弹出了底部控制台，执行了 Python 文件，并打印出了运行结果。而这里默认使用的就是 Windows 自带的 PowerShell 控制台。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电脑的文字操作窗口。以后很多 AI 编程操作最终都会通过这里完成。点击右侧的小箭头，这里你会发现 VS Code 不只有一种终端，比如 PowerShell、Command Prompt、Git Bash， 它们本质上都是和电脑文字交互的不同方式。Command Prompt CMD 是 Windows 最老的命令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Windows XP 时代的老终端。PowerShell， 微软后来升级的新终端，功能更强，现代 Windows 基本默认都在用它。Git Bash， Git 安装时附带的 Linux 风格终端，因为很多开发工具原本是 Linux 世界出来的，而 Git Bash 可以兼容 Linux 命令。JavaScript Debug Terminal 是专门给 JavaScript 调试用的特殊终端。现阶段，默认使用 PowerShell 就已经够用了。点击 Select Default Profile， 这里还可以设置默认终端类型，这样以后 VS Code 每次打开 Terminal 都会自动进入你最常用的环境。你会发现点击之后光标自动跳到了上方，因为 VS Code 会默认进入快速搜索模式，这也是 VS Code 很常见的一种交互方式。下面这里还有一个 Run Task，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预设好的自动命令，比如一键启动项目、自动执行脚本，或者运行固定工作流。这里列出来的本质上都是不同类型的自动任务，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提前配置好的自动命令流程。比如说这个 npm， 这是 Node.js 前端项目任务，现在最常见的前端项目运行方式，很多 AI 项目启动时都会输入 npm start。Python 则是 Python 项目的任务，比如运行 Python 文件、执行测试、启动脚本。
TypeScript 可以理解成 JavaScript 的升级版，很多项目运行前需要先编译。至于 Gulp、Grunt、Jake 这些属于老一代自动化工具，现在很多项目已经被 NPM Scripts 取代。后面真正进入 AI 自动化开发时，你会越来越频繁看到这些东西，因为很多 AI agent 本质上也是在自动调用这些命令流程。这些东西现在不用全部记住，你只需要知道 VS Code 不只是代码编辑器，它还在帮你管理代码运行环境。除了直接运行 Python，VS Code 还提供了更进阶的 Python 虚拟环境，按 Ctrl 加 Shift 加 P 打开命令面板，输入 Python Create Environment 就可以创建虚拟环境。你可以把虚拟环境理解成给不同项目单独开小房间，这样以后安装 Python 包、AI 工具或者各种依赖时，不同项目之间就不会互相影响。对于新手来说，直接选择 Quick Create 快速创建，或者 Waven， 它是 Python 官方自带虚拟环境方案，最常见。本质上就是在项目里复制一套独立 Python 环境。Global 这个意思是不使用虚拟环境，直接使用电脑全局 Python。Enter Interpreter Path 手动指定 Python 路径。不过对于完全新手来说，现阶段不用急着深入环境管理，你只需要先建立一个概念。现代 AI 编程已经越来越像搭建工具工作台，而 VS Code 正在帮你把这些复杂东西慢慢组织起来。左侧这里是 VS Code 内置的 Source Control， 也就是代码版本管理。第一次打开时，你会看到两个选项，一个是 Initialize Repository， 初始化 Git 仓库，你可以简单理解成给当前项目开启存档功能。另一个是 Publish to GitHub， 则是把本地项目上传到 GitHub。第一次使用时 VS Code 会提示你登录 GitHub， 并授权 VS Code 访问你的 GitHub 账号。点击 Initialize Repository， 初始化之后，你会发现界面立刻发生了变化。这里的 U 意思是 Untracked 为跟踪文件，也就是说 Git 已经开始监控这些文件了，但还没有正式纳入版本记录。从这一刻开始 VS Code 就会开始记录你的代码改动历史，以后每次修改代码 Git 都会知道哪些文件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AI 编程工作流都会强烈建议让 AI 大改代码前先做一次 Git 提交。比如我在 Print Hello World 下面又新增了一行代码 Print AI Coding Begins， 点击文件旁边的加，也就是 Stage 暂存修改，文件状态就会变成 A， 也就是 Added， 意思是文件已经加入暂存区，准备进入这次 Commit， 输入一个 Commit Message， 也就是这次存档的说明，比如 First AI Coding Demo， 点击 Commit。 现在本地 Git 仓库已经初始化完成，这里会出现 Publish Branch， 意思就是把当前项目发布到 GitHub。 第一次使用时 VS Code 会提示你登录 GitHub， 随后你可以选择上传为私有仓库或者公开仓库，上传完成后项目就会同步到 GitHub 云端。到这里你已经知道 VS Code 并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软件，它更像是 AI 编程时代的工作台。你已经完成了 AI 编程最基础的编辑器准备，后面无论是 Codex、Gemini、CLI， 还是未来越来越多的 AI agent， 很多工作流最终都会回到这里。我是乐心，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继续。